下午4点，窗外黑如深夜，乌云压顶，狂风大作，远处的电闪雷鸣，像是要把天撕开。我坐在员工宿舍里，把啤酒瓶往桌上看不起。这尼玛，哪位道友在渡劫？不是修炼者，只是网络小说看多了。此刻吐槽是因为心情极其不爽。我要辞职了，24岁，江夏大学中文和工商管理双学位，毕业即失业，在女朋友的城市晃了2年，独自来到正阳，进了红杰健身会所做起来，负责接待、跑腿、打扫卫生那种。健身教练要有证，我没有。所以堂堂双学位成了会所最底层的存在。3个月里，也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对我表示兴趣，我摇了摇头，她们长得太下不去，个别人还有令人难以接受的体味，有教练因此耻笑我。研究生真是穷得有志气。尼玛，双学位和研究生不是一回事。今天彻底把我惹毛的是一单业务被人撬。上午来了4个女大学生，我负责接待，如果能说服她们办卡，我能拿提成。结果健美教练刘树明走过来，对着我做了一个赶苍蝇的动作，去，我来。然后出事了，刘树明被打了，他死乞白赖要讲解，毛手毛脚摸来摸去，4个女生里有2个很能打，双拳难敌4手。大堂经理郭月玲过来处理，免了女生的单，好言好语送走之后，开始追究责任。他把板子瞄准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向，理由是你没有及时制止刘教练骚扰客户。我站在那里听着他口沫横飞，一句辩解都懒得说。下午4点，窗外黑如深夜，这哪是渡劫，分明是我的人生。回到房间，就在我盯着窗外吐槽的时候，一道闪电劈下来，直直击中左手握着的心，那一瞬间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人还坐在原地，手机玩，左手手腕上的石火。3年前在并州龙山店戴了3年没摘过的新代名石，不见了，手腕上留下一道浅青色的印痕，像刺青又像胎记。我愣了很久，试着打电话给同事王海峰，通了。他说刘树明欺负你，回头我收拾他。语气心不在焉，显然心里有事。我放下电话，继续盯着手机发呆，然后想起一件事 ：QQ 农场的菜还没收，这玩意儿是我为了巴结老祖宗。红姐喜欢偷菜，身在职场，领导有爱好，下面人最好配合一下。我装了农场2天后，红姐来视察，发现我不小心露出的农场界面，把我的 QQ 号要了去。1个月后，她无意中说起，你这级别上去了，也不能不种牧草啊。领导开了牧场，需要牧草。从那以后，我专门种牧草，种了也不急着收，等领导拖完再收。现在要辞职了，还管什么领导？我点开 QQ 农场，看着地里成熟的牧草，操纵屏幕上的大手，轻轻一点，然后眼前一黑，再睁开眼，我站在一个奇怪的空间里，周边都是 QQ 农场。面前10块田地种满牧草，不远处有个狗舍，碗是空的，狗粮要花钱买。再说买了狗粮，领导还怎么愉快的偷菜？我低头看自己，能看见身体，却看不清穿了什么衣服。伸手摸口袋，摸不到，口袋里什么都没有，或者说，我根本找不到口袋在哪里。那种感觉非常怪异，偏偏又给人一种理该如此的错觉。我操！我喃喃自语，真的是卧槽了。我去常去的苍蝇馆子吃饭，平日里1大碗炒面，1盘凉拌豆腐，加1个鸡腿就能吃饱。今天我点了3大碗炒面，2个素菜，5个鸡腿，又添了1盘夫妻肺片，最后要了2大碗面汤溜凤，才觉得肚子不那么空。老板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我舔着肚子离开，半路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左手手腕上的10环印，下午淡了一些，进出一趟农场会消耗能量。我试着再次点开 QQ 农场，这次进不去，屏幕上飘起社会女红姐偷走15分钟。我苦笑，领导还是那个领导。第2天早上，我被一声巨响炸醒，充电器烧了，手机插在插座上，充电线烧成半厘米长的黑炭。我下意识看向手腕，10环印痕颜色变深了。门外变压器炸了，市电的变压器就在红街会所门外，冒着黑烟。前台小李和小胖子赵红旗站在门口看热闹，议论是供电局的问题还是会所的问题。我没参与，我只知道昨晚我用那个充电器充电，不是充电器的问题，是我。我终于明白，进出那个空间需要充电，不是给手机充电，是给我自己充电。中午，我躲进卫生间，再次点开 QQ 农场，这次进去牧草整整10块地，我弯下腰，一根一根拔，不是不想用工具，是没有工具。拔了多久不知道，在那个空间里，时间似乎是静止的，或者说，我感知不到时间，我只知道拔完所有牧草之后，我累瘫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然后我发现手腕上的10环印痕又变淡。原来如此。从卫生间出来，我去找老板结账，打算辞职走。老板是个中年男人，平时话不多。他看了我，皱着眉扇扇鼻子：“你身上有味儿。”“没味儿啊。”我抬起胳膊闻了闻，是臭味。他很果断：“这叫自臭不绝，别人未必会提醒你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：“那我可要多谢你提醒了。”他当然不知道我在笑什么，身上发臭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洗髓易经吗？网络小说诚不欺我。去洗澡，会所里有香皂免费，打了3遍香皂，搓下一层灰，皮肤光滑的像化了妆。洗完出来对着镜子看，好像确实有点变化，瘦了精神，个子好像也高了一点。然后被赵红旗叫住：“郭大堂，叫你快点过去。”郭月玲把空闲的教练和服务员召集在一起，正在训话。见我进来，他狠狠瞪了我：“你还有脸来？”我压着火气：“今天睡过了，算我迟到。”今天迟到，昨天呢？
他声音尖锐。昨天你不但不维护会所形象，下午还旷工，年纪轻轻就这么眼高手低，谁给你这么大自信？供你吃供你住，养出个白眼狼，凭什么？凭你那2张废纸的双学位，现在大学生比狗还多。我气腾的窜上来，我攥紧拳头，正要开口，门口传来高跟鞋的声音。红姐来了，30出头，皮肤白皙，长腿，气场2米8，会所老总，人称社会女红姐。她走进来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刘树明身上。刘教练，她开口，声音不大，整个大厅安静的像停尸房。听说你昨天骚扰客户，那几个女生不是会员，但临时客户也是客户，没有临时客户哪来会员？你这样做，损害的是公司核心利益。再有下次，直接走。刘树明脸涨得通红，低头不敢吭声。郭月玲脸色也变了，红姐这话表面说刘树明，实际上在敲打他。他刚才的追究责任，压根没提客户被骚扰这件事。然后红姐转向我，上下打量一眼，点点头。牧草种得不错。就这一句，转身走了，全场猛逼。郭月玲愣了半天，意味深长的看我。你跟红姐汇报过？我冷笑，有没有汇报，关你屁事！她气得脸色刷白，却不敢再找我麻烦，憋了半天，狠狠道：“今天迟到，算你轮休。”我转身就走，身后赵红旗摸出手机，打开 QQ 农场，犹豫一下，铲掉了即将成熟的人参果，默默撒上牧草种子。晚上宿舍只剩我和赵红旗。秦涛去网吧了，赵红旗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反复想着这2天发生的事。10环农场空间充电洗髓，还有红姐那句牧草种的不错，她什么意思？单纯因为牧草，还是她察觉到了什么？想着想着，我鬼使神差的又点开了 QQ 农场，然后我愣了。农场空了，下午刚种的牧草一株不剩，偷菜记录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猛地坐起来，看向赵红旗，她背对着我，呼吸均匀，像是睡着了。我又看向秦涛空荡荡的床铺，宿舍4个人，2张床空着，谁干的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很清楚，我的手机没设密码，谁都能打开。我攥紧手机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不是为了那点牧草，是为了这种感觉。身在底层，连偷你东西的人都不知道是谁，各种龌龊的心思，丑恶的嘴脸，卑劣的行径，不加掩饰的暴露出来，损人不利己，太正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又缓缓走出来。算了，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。第2天早上，我去更衣室换衣服，刘树明也在，见我进来，黑着脸问：“我的充电器是不是你搞坏的？”我白他一眼，不说话，拿出手机自顾自划着。他不敢再问，恨恨吐口唾沫。小白脸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正经人。我懒得理他，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左手手指无意识的点着屏幕空白处，反正左手不能点 QQ 农场，点空白总没事吧？然后眼前一黑，再睁开眼，我站在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上，入目全是沙砾，寒风凛冽，天上挂着一轮巨大的太阳，比正常太阳大了1倍不止。远处有山，有隐约的绿色，还有一排排整齐的建筑。我低头看自己，衣服还在，不是数据形态，是真实的肉体。我愣了半天，轻声嘀咕：“尼玛，我还真是手欠呢。”然后我笑了，这不是 QQ 农场，这是另一个空间，一个真实的、可以触摸的未知的世界。手腕上的10环印痕比任何时候都清晰。从戈壁滩回来，我蹲在更衣室隔断里，大口喘气，不是累，是兴奋。那个空间是真实的，我能摸到沙砾，能感受到寒风，能看到远处的房屋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把衣服带进去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可以带东西进去，也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带出来。我低头看左手手腕，10环印痕淡的几乎看不见，消耗太大了，进出一趟，能量点见了底，但值得。我走出隔断，刘树明已经走了。我对着镜子看自己，又说了点，眼睛亮得不像话。这不是洗髓，这是重生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疯狂充电，用赵红旗的充电器，用秦涛的充电器，用前台小李的充电器，只要能插电的地方我都试过，但试电太慢，充1天1夜也就够进出一趟。柴油发电机快，但柴油要钱，50千瓦的机子1度电成本1块多，2000度电就是4、5千块，我需要钱，需要很多钱。第4天，机会来了，下午3点，会所来了个中年大姐，40出头，富态，手上戴着翡翠镯子，我接待的。她本来只是随便看看。我陪聊了半小时，从健身聊到养生，从养生聊到更年期保养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反正就是聊。最后他办了张3万块的卡，提成2400。刘树明在远处看着，眼睛都绿了。其他教练也想上来插话，但没人敢。红姐那句牧草种的不错，还悬在大家头顶。大姐走的时候问我有没有私教证，我说没有，她失望的叹口气。那回头你帮我介绍一个吧。教练们的眼睛更绿了，我笑着应承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。有了这2400，加上公司缴的2000，再加上之前攒的，购买一台发电机。下班后，我去手机卖场买了一台中下手机，2699，不是为了装逼，是为了测试我的奇遇到底跟老人机有关，还是跟10环有关。测试结果，中下手机眼一定跟手机无关，只跟10环有关，这让我彻底放心。第5天，我又遇到那个女孩，傍晚6点，我去福寿居吃饭，刚拿了提成犒劳一下自己，吃完饭出来，拐进一条巷子，就看到她。就是那天在会所被刘树明骚扰的4个女生之一，穿热裤的人，露着2条大白腿。此刻她正被一个男人堵在墙角，男人攥着她的包，表情狰狞。救命！她尖叫，
我下意识冲上去，一拳砸在男人后脑。男人回头，手里多了一把弹簧刀，我侧身躲过，一脚踹在他膝盖窝，他扑倒在地，刀飞了。我骑上去，照着脸捶了3拳，他彻底软了。女孩缩在墙角，瑟瑟发抖。我把她拉起来，报警吗？她摇头，又点头，又摇头。我懂了，这种事儿报警也判不了几年，反而惹一身骚。我把包捡起来递给她，以后别一个人走这种巷子。她接过包，盯着我看了很久。你是红杰那个服务员？我愣了一下，摇摇头。你认错人了。我没认错。她很确定。那天刘树明骚扰我们，就是你接待的。我不说话了，她盯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救了我2次。1次。我纠正她。上次我没救你，只是没骚扰你。她笑了，笑着笑着眼睛红了。能陪我去报案吗？我需要证人。我想了想，点头。报案的过程很顺利，他有关系，能调天眼录像，警察调出监控，锁定那个男人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幕后主使刘树明。他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脸色灰白，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。红姐当场宣布开除刘树明，永不录用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刘树明被押上警车，心里说不上痛快，也说不上不痛快，只想起王海峰前2天提醒我的话。刘树明是正阳地头蛇，以前混过社会，你要小心。我那时没当回事，现在我有点当回事了。红姐把我叫进办公室，2楼40多平米，装修堂皇。她坐在单人沙发上，翘着2郎腿，白生生的长腿一晃一晃。坐。他指指对面，我坐下。他看着我，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半晌，他笑了，有点意思。我不知道他说什么有意思，只好沉默。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张纸递过来，你的任命。我接过来一看，领班下面盖着公司的章。我抬头看他，他把腿放下来，身体前倾。会所缺个领班，你学历够，脑子活，最近表现也不错。刘树明那事儿你处理的挺好。我说的是你救那女孩，不是揍她。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又靠我的沙发。办公室在2楼拐角，紧挨着监控室。14平米，以前堆杂物的，自己收拾，工资加800。我点头，谢谢红姐。她摆摆手，别谢我。那女孩姓夏，叫夏小雨，她爸是供电局的副局长。昨天他给我打电话，问你在不在会所，我说在，他说那就好，麻烦红姐多照顾我。我愣住，他看着我笑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提拔你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隐约明白，有些事比我想象的复杂。走出办公室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去2楼拐角，打开那间堆满杂物的房间。14平米，有窗户，能看到街对面的变压器，就是那天炸掉的那个。我站在窗前，点了一根烟。这世上果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照顾。郭月玲把钥匙交给我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我没理她，开始收拾房间。杂物不少，但都是些旧桌椅、废纸箱。我一个人忙活到中午，勉强腾出个能落脚的地方。下午，王海峰来了，他靠在门口，看我擦桌子，阴阳怪气的笑。哟，冯领班升官了也不请客。我头也不回，请。等官饷。他走进来，随手带上门，压低声。刘树明，放出来。我手一顿，拘留15天，罚款500。他叹口气，这种事儿也就这样，但他放话要搞你，不是吓唬你。那小子真干得出来，他家在正阳3代人，街面上的人他都熟。我继续擦桌子，随他。你心真大。他走过来，一屁股坐在我刚擦干净的桌子上。不过我今天找你不是为了这事，是有事求你。我抬头看他，他从兜里掏出个手机，肾机最新款，递给我，帮我把零钱明细删了。我没接。什么意思？他压低声，我捧了个斗牛主播，刷了5万块，被我老婆发现了，交易记录能删，零钱明细删不了。他说等我回去对账。我看着他想笑。你刷5万块捧主播？不是5万。他纠正，是5万里有3万是他的钱，他让我存银行，我转给主播了。我彻底无语。他把手机往我手里塞，帮忙，钱好说。我看着手机，又看看他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我可以用左手删东西，删零钱明细，应该比拔草容易，但我没说，我只是问，你能搞到发电机吗？便宜点的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，能。你要多大的？50千瓦左右，能用就行。他想了想，16000，我家厂子给一个品牌代工，质量过硬，算我送你的，算是劳务费。我摇头，手机的事另算，发电机我照价买。他笑了，拍拍我肩膀，行，有骨气。那手机的事，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明天给你。他走了，我关上门，拿出那台肾机，左手拇指按在屏幕上，点开零钱明细，熟悉的燥热从指尖传来，5万块的转账记录，像一行行代码浮现在眼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拇指划过那行字，消失了，再划一次，又消失一行。5分钟后，零钱明细干干净净，只剩几笔几块钱的红包记录，手腕上的10环印痕淡了一点，但比拔草消耗小。看来改数据比搬运食物省能量。第二天，我把手机还给王海峰，他看了一眼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我操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伸出一根手指，1万。他一愣，然后笑了，从钱包里数出1万现金，拍在桌上。值。发电机到货那天，我搬出了员工宿舍，新住处在城郊结合部，一个废弃的街道工厂，房东是小吴村村民，
这工厂是他老爸看着的，破破烂烂，但胜在没人管。210个月，水电不花钱。我挑了一间靠里的办公室，收拾干净，把发电机搬进去。50千瓦，柴油的，轰隆隆一响，整个院子都能听见。看门老头姓刘，我叫他六爷。他问我弄这玩意儿干啥？我说老家停电多，先在这儿试试机。他没多问，只叮嘱一句：别着火就行。当晚我开始充电，手直接摸铜芯，220度，电流调到最大，那种熟悉的燥热感涌遍全身，手腕上的十环印痕越来越深。充1小时，够进出1趟；充1夜，够进出10趟。我算了算成本，柴油1小时烧20块，1夜就是200多，比市电贵，但值。第3天夜里，我准备好所有物资。防弹背心、迷彩服、工兵铲、强力弩、狗腿刀、催泪瓦斯、矿泉水、压缩饼干、手电筒、打火机、放大镜，塞满2个大拉杆箱。然后我左手点开手机空白处，心念一动，眼前一黑，再睁开眼，我又站在那片戈壁滩上，太阳挂在东边，比上次又大了一点，寒风呼啸，卷起沙粒打在脸上生疼。远处的山还是那座山，远处的房屋还是那些房屋。我低头看自己，衣服在，拉杆箱在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有一股陌生的味道，像草木灰，又像硫磺。这个世界是真的。我托起拉杆箱，向东方走去。风越来越冷，太阳越来越高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我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眼来时的方向，空无一人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还没给王海峰发消息，告诉他发电机好用，但在这里没有信号。我笑了笑，继续往前走。前方有什么我不知道，危险、机遇、死亡、财富都有可能，但我不怕。24岁，双学位健身会所小弟，被辞退，被提拔，被威胁，被拯救。短短1个月，我经历了过去24年都没经历过的事，而这一切都因为手腕上这枚消失的10环。他带我来到这里，我掏出那把100块买的玉葫芦挂坠，握在手心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想起叶青衣的提醒。这是老物件，有收藏价值。也许吧，也许这个世界里有更多这样的老物件。我把玉葫芦收回口袋，继续往前走。身后戈壁滩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，风一吹，很快就消失了。走了整整1天，我终于看清了那些房屋，不是村庄，是废墟。10几间石屋东倒西歪，屋顶塌了大半，墙壁上满是焦黑的痕迹，像是被火烧过，又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冲击过。我绕着废墟转了一圈，没看到任何人影，连尸体都没有，但地上有血迹，黑色的，干了很久。我握紧狗腿刀，小心地走进最大那间石屋。屋里一片狼藉，石桌石凳翻倒在地，角落里散落着几件陶罐碎片。我蹲下来翻看，陶罐上刻着奇怪的花纹，不是汉字，也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一种文字。正要站起来，脚下突然一滑，我低头踩到一块凸起的石板，石板松动，我用力一撬，下面露出一个凹槽。凹槽里躺着一块鸡蛋大小的红宝石，那一瞬间，左手手腕猛地发烫，不是充电时那种温热，是滚烫，像要烧起来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抓，小拇指刚碰到宝石，一股狂暴的气劲猛地涌入体内，疼得我差点叫出来。那股气劲顺着小拇指冲进手臂，像千百根钢针同时扎进血管，撕心裂肺。我咬紧牙关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就在这时，手腕处传来一阵清凉，10环印痕亮，清凉感和燥热感在体内对冲。左臂忽冷忽热，像要被撕裂，但那股气劲不再横冲直撞，而是被10环牵引着，缓缓汇入硬核。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红宝石的颜色越来越淡，从龟红褪成粉红，又从粉红褪成灰白，最后咔嚓一声轻响，碎成一堆粉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左手腕上10环印痕青的发紫，清晰的像刺青。我盯着那堆粉末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是灵石，从废墟回来。我洗了整整2个小时澡，身上那层油腻搓了3遍香皂才洗干净，换上新衣服，站在镜子前，我愣了好一会儿，瘦了，高了，黑了，但眼睛亮得不像话。最重要的是1.75米，我以前1.73米。我对着镜子笑了笑，然后又愣住了，笑起来的样子好像也不太一样。第2天下午，那个女孩又来，她站在健身大厅中央，穿着一件浅黄色的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周围所有人都看着她，包括正在跑步的会员。我正要躲，她已经看到我了。冯军，她走过来，直接叫我的名字，我停下脚步。我叫夏小雨。她伸出手，谢谢你。我握了一下，很快松开。你已经谢过了。那不算。她摇摇头，上次报案太匆忙，没来得及正式道谢，今天专门来的。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她倒是不尴尬，自顾自说下去。刘树明被判了6个月，他找的那几个混混也都判了。我爸打了招呼。我点头，恭喜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别人听到这种事都会说谢谢，或者问为什么，你只说恭喜。我没说话，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忽然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来还人情的？”我摇头。你就是这么觉得的？她很确定。但我不光是来还人情，我还想告诉你，你被洪杰辞退是因为文体局有人打了招呼，那个人想巴结我舅舅，拿你当投名状。我昨天才知道。我愣住，她继续说：“我舅舅是文体局副局长，有人跟他说洪杰出了事，服务员接待不周也该惩处。他随口说了一句，那倒是。下面人就当真了，找到洪杰施压，洪杰顶不住，只能辞退你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原来如此，不是郭月龄，不是刘树明，是一个我见都没见过的人，随口一句话。对不起。
他低下头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没事，反正我也不想干了。他抬头，眼眶有点红。我骗人，没骗你，我认真的说，真的不想干了。他盯着我，似乎想从眼睛里看出真假。最后他点点头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可以帮忙。我想了想，摇头。不用，我有自己的事儿。他没追问，只是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。有事找我。我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夏小野，下面只有一个电话。我收进口袋。好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我。你那个十环挺好看的。我心里一跳，他笑了笑，走了。当晚，王海峰请我喝酒，福寿居包间，一桌硬菜，2瓶茅台，他媳妇也在，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吃饭，偶尔看他一眼，眼神温柔的不像话。多谢你。王海峰端起酒杯，那事儿解决了，我媳妇儿查了零钱明细，啥也没发现。我看他媳妇一眼，他冲我笑笑，继续吃饭。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，酒过30，他媳妇去洗手间。王海峰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那技术真的绝了，我问了好几个修手机的，都说不可能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”我没回答，反问他：“发电机好用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好用，我家厂子那个代工品牌，质量确实过瘾。对了，你租那破厂房，发电机放那安全吗？”还行。我说：“没人管。”他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又压低声：“刘树明判了6个月，但他那帮兄弟还在。我听说有人放话要替你收尸。”我端起酒杯，没说话。小心点。他认真的说：“实在不行，搬我那儿住几天，我家房子大，保安也多。”我摇头：“不用。”他叹口气：“你这人犟。”我没解释，有些事没法解释，比如我现在不怕刘树明那帮人，真动手，他们未必打得过我，但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他媳妇回来了，我们换了话题，喝完酒出来，已经10点多，王海峰非要开车送我，我说不用，自己打了辆车。回到工厂，6爷已经睡了。我轻手轻脚走进院子，打开发电机房的门，柴油还剩大半箱，够充2天。我把手搭在铜芯上，闭上眼，电流涌入体内，熟悉的燥热感传来。手腕上10环印痕微微发热。明天我要再去那个世界，这次不是为了探险，是为了验证一件事：那块红宝石到底是什么。第2天下午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，叶青衣发来的。你在正阳吗？我回在，他发了个定位，是古玩一条街那家珠宝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去了。他站在柜台后面，穿着工作服，冲我笑了笑。我走过去，他低声说：“有人想见你。”我一愣，谁？我跟着他走进里间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，见我来，站起身，伸出手。梁海清，恒隆珠宝。我握了握。冯军。他示意我坐下。叶青衣端来2杯茶，退了出去。梁海清看着我，开门见山：“听说你手里有玉。”我心里一动。听谁说的？他笑了。古玩街这地方没有秘密，你前几天拿着半截玉盒到处问价，好几家都报过价。我让人打听了一下，那玉盒的质地不一般。我没说话，他继续说：8000、12000、15000，那些都是欺负生手的价。你那个玉盒，如果我没看错，是老东西，玉质不算顶级，但年头够，工艺够，如果完整，能卖到10万以上。我心里一沉，他看出我的表情，笑了：“别担心，我不是来压价的，我是来谈合作的。”什么合作？你手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？他直视我。如果有，我收，价格公道，比那些店高；如果没有，那就算了。我想了想，从背包里拿出那块人头大的玉石，放在茶几上。梁海清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。他站起来，弯下腰，凑近那块石头，看了足足3分钟。他抬起头，声音有点抖：“这是羊脂玉籽料。”我没说话。他掏出放大镜，又看了5分钟，最后直起身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小伙子，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？”我摇头。他盯着我，眼神复杂：“你还有多少？”我也盯着他。你先报价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竖起一根手指：“这个数。”我猜100万。他摇头1000万。他点头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梁海清没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如果你还有，我可以全收，价格好商量。”我站起身，把玉石收回背包。梁总，我考虑一下。他也站起来，递给我一张名片。随时联系。走出珠宝行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站在街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忽然觉得很恍惚。1000万，3个月前我还是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光蛋，现在我背包里装着1000万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世界里还有多少这样的石头。3天后，我又进了那个世界，这次准备更充分。发电机充了整整2天，能量也爆满，物资装了2大箱，外加1辆山地摩托。王海峰帮我搞的，说是他厂里代工的产品，便宜。我骑上摩托，一路向东，废墟被我远远甩在身后，戈壁滩渐渐有了绿色，稀稀拉拉的灌木丛，偶尔能看见小动物，那种像蚊子但比蜻蜓还大的昆虫。我遇到过2次，喷了催泪瓦斯才敢走。骑了4个多小时，眼前出现一条河，河水浑浊，流速很快。我沿着河岸往上游走，走了大概2公里，看到一堆乱石，其中一块石头让我停下了脚步，灰白色，半埋在沙土里，露出巴掌大的一块，表面光滑，隐约能看出温润的光泽。
我跳下摩托走过去，用工兵铲挖，挖了半小时，整块石头露出来了，人头大小，比上次那块还大一圈。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土锈，但擦掉之后露出细腻的玉质。杨之玉又一枚，我把它装进背包，心跳的厉害，正要离开，余光扫到河滩上另一块石头不大，拳头大小，但形状很规整。我走过去捡起来一看，不是玉，是一块灰扑扑的石头，但上面刻着字，不是汉字，也不是我之前在废墟陶罐上看到的那种花纹，而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，一笔一划像刀刻。我翻过来，背面也有字，密密麻麻，像一篇短文。我愣在那里，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，这是什么？谁刻的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左手手腕猛地发烫，不是上次那种滚烫，而是温和的持续的发热。石环印痕亮起来，青紫色的光芒在皮肤下流动。我低头看那块刻字石头，又看手腕，光芒闪烁了一下又一下，像心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石头装进贴身口袋，骑上摩托往回赶。风在耳边呼啸，太阳西斜，戈壁滩在身后飞速倒退，废墟越来越近。我忽然想起夏小雨那句话：“你那个石环挺好看的。”他怎么知道那是石环？我明明没给任何人看过。太阳落山前，我回到了现实世界，发电机还在轰隆隆响。六爷的房间里亮着灯，他在看电视。我关上门，把那块刻字石头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手腕上的石环印痕还在发热，我伸出手，轻轻按在石头上。一瞬间，脑子里涌入无数画面：有人在黑暗中行走，有人跪在地上祈祷，有人举起刀砍向同类，有人抱着尸体嚎啕大哭。天空中有火球坠落，大地裂开巨大的缝隙，房屋倒塌。山崩地裂，然后是一片空白。我猛地缩回手，大口喘气，额头上冷汗涔涔。我盯着那块石头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这是记忆。那一夜我没睡，石头放在桌上，我坐在床边盯着它看了一整夜。手腕上的石环印痕，时凉时热，像某种奇怪的呼吸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再次把手按上去。这次没有画面，只有一行字浮现在脑海里。后来者，你若能读到这些字，说明你已得到石环认可。此界名为荒原，曾是修炼圣地。千年前天降劫火，万物俱焚，幸存者逃往他处，留下此碑为记。碑中藏有地图一幅，指向一落洞府，若有机缘，可往寻之。切记，洞府之外有妖兽守护，非大能者不可侵入。字迹消失后，脑海里多了一张地图，山川、河流、标记，清晰的像印在脑子里。我睁开眼，深吸一口气。一落洞府，妖兽、大能者，这不是仙侠小说，这是真的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去了恒隆珠宝，梁海清正在喝茶，见我进，眼睛一亮，考虑好了。我从背包里拿出那块新得的羊脂玉，放在茶几上。他看了一眼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比上次那块还大。我打断他：“梁总，这块不卖。”他愣住，我继续说：“我想用这块玉换点东西。”他恢复镇定，端起茶杯。换什么？消息。我看着他的眼睛。正阳有没有人做特殊生意？比如能搞到真家伙的那种？他的手顿了一下，茶杯停在半空，3秒后，他放下杯子。小伙子，他压低声音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没回答，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后叹口气：“那我劝你别碰那玩意儿，水太深，你玩不起。”我不碰。我说：“我只是需要防身，有人要搞我，你也知道，古玩间没有秘密。”他沉默，半晌，他点点头：“行，我帮你问问，但有个条件。”你说。你这块玉，如果真要买，优先考虑我。我点头。成交。3天后，我收到一个包裹，没有寄件人，没有地址。拆开一看，是一把弩，不是淘淘网上那种几百块的玩具，是真正的军用弩，折叠式，带瞄准镜，配20支钢箭，说明书全是英文，产地德国。包裹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，只有4个字：够用就行。我把弩收好，没问是谁。有些事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当天晚上，我开始准备物资清单：防弹背心2件，迷彩服3套，工兵铲2把，狗腿刀1把。军用弩1把，钢剑20支，催泪瓦斯5罐，防毒面具1个，强光电2支，备用电池20节，压缩饼干30包，矿泉水2箱，急救包2个，绳索50米，登山扣10个，打火机10个，放大镜2个，卫星电话1部。这些是王海峰帮我搞的，说万一迷路能用。最后还有样东西，是我自己准备的一块玉牌，我从那半截玉盒上切下来的巴掌大小，正面刻了一个福字。如果我真的死在那里面，好歹有个身份证明。收拾完物资，已经是凌晨3点，我躺在地上看着窗外的月亮，忽然想起我妈。上次打电话，他说天冷了，让我加衣服。我说好。他说过年回来，我说争取。如果回不来呢？我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甩出去。不会有事的，我有石环，有能量点，有装备，我是有奇遇的男人。月亮很亮，我闭上眼睡了，再次进入荒原。是第4天清晨，我骑着摩托，按照脑海中的地图一路向东，过了那条河，翻过2座山，眼前出现一片森林，树木很高，遮天蔽日。树干是灰白色的，叶子是深紫色，风吹过时发出奇怪的呜咽声，像有人在哭。我在森林边缘停下，掏出指南针，指针疯狂转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磁场紊乱，我收起指南针，拿出卫星电话，没信号，只能靠记忆。我推着摩托走进森林，走了大概2个小时，前方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，不是野兽，是某种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，像老虎，但比老虎低沉10倍，像熊，但比熊更粗鲁。
声音从森林深处传来，震得树叶簌簌落下。我停下脚步，握紧狗腿刀，吼声越来越近。然后我看到了它，3米高，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，头似虎，身似熊，尾巴像蜥蜴，末端长着一根骨刺。它站在30米外，盯着我，眼睛里冒着幽幽的绿光。妖兽，脑子里只有这2个字。它动了，不是冲过来，是慢慢走过来，每一步都踩着地面震动。它似乎在观察我，在判断我是不是猎物。我慢慢后退，手摸向背后的弩。他停下脚步，歪了歪头，然后张开嘴，一团火焰喷出来，直奔我面部。我侧身一滚，火焰擦着肩膀掠过，身后的灌木瞬间烧成灰烬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摘下弩，抬手就是一箭，钢箭射中他的脖子，扎进去半寸，然后被鳞片卡住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抬起爪子，把剑拔了出来，血流出来，黑色的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的绿光更亮了。我又射出一箭，这次瞄准眼睛。他一甩头，箭擦着耳朵飞过，我转身就跑，身后传来怒吼，地面震动得越来越厉害。他在追。我拼命跑，树木在2侧飞速倒退，前面出现一块巨石，我一跃翻过去，躲在后面，掏出催泪瓦斯，拔掉保险栓。他追过来了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把催泪瓦斯砸在他脸上，白烟炸开，他发出一声惨叫，眼睛瞬间红肿，后退2步，疯狂手头。我趁机又射出一箭，这次射中了他的脖子侧面，鳞片薄的地方，箭没入半指。他惨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我靠在巨石上，大口喘气。手在发抖，但嘴角慢慢弯起来。我活下来，按照地图，洞府在森林深处的一座山腹里。我走了3天，3天里遇到过那种妖兽2次，第1次远远避开，第2次被另一只追上，用光了20支箭才射死。它的尸体太大，我带不走，只能割下几片鳞片，全当战利品。第3天傍晚，我找到了洞口，在一个悬崖底部，被藤蔓遮住，如果不是地图标记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我拨开藤蔓，露出一个2米高的洞口，洞很深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打开手电，走进去，走了大概200米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一个巨大的石室，至少有2个篮球场大。石室中央有一座石台，石台上放着一个玉盒，玉盒周围散落着10几具骸骨，有的完整，有的残缺。看姿势，像是在争夺玉盒的过程中互相残杀。骸骨旁边散落着各种兵器，刀、剑、斧头、长枪，有的已经锈蚀，有的还闪着寒光。我小心地绕过骸骨，走向石台，没有危险，没有机会。什么都没有，我伸手拿起玉盒，入手微凉，质地比那半截玉盒好太多。盒盖上刻着4个字，我不认识，但脑子里自动浮现出意思：云中子流。打开玉盒，里面躺着3样东西：一枚玉简，巴掌大小，上面刻满小字；一颗丹药，龙眼大小，通体金黄，散发着淡淡的药香；一块玉佩，拇指大小，正面刻着一个云字，背面刻着一个阵法图。我拿起玉简，贴在额头上，瞬间无数信息涌入脑海：修炼功法，云中诀。入门筑基、炼气、开光、融合、金丹，一层层境界，清晰的相应在脑子里。还有一段话：后来者，你能走到这里，必是身具灵根且有大机遇。这枚玉简中记载了本座毕生所学，丹药可用自己，玉佩是本座性命。可知之前往中州寻我后人，本座云中子300年前飞升上界，望你好自为之。我睁开眼，手在发抖。飞升，这个世界真的可以修炼，真的可以长生。从洞府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骑着摩托连夜往回赶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一会儿想着功法，一会儿想着丹药，一会儿想着那些骸骨。他们都是来抢玉盒的，都死在了这里，只有我活着，因为有石环，因为有现代装备，还是因为运气，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一件事，我的人生彻底不一样了。回到现实世界是第2天傍晚，六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见我回来，愣了一下。这回进去的时间长了。我点头。山里信号不好，多待了几天。他没多问，只是说：“你那个发电机烧了不少油，我给你加了一桶。”我愣住，他摆摆手：“不用谢，反正也是厂里的，留着也是便宜那帮偷电的。”我心里一暖，掏出500块钱塞给他，他推辞了2下，收下了。回到房间，我把门反锁，拿出玉简，又看了一遍。功法很详细，但第1步就难住我了。筑基需灵石辅助，若无灵石，需以天地灵气灌体，耗时3年5载。灵石，我拿出那块已经变成粉末的红宝石残渣，那是灵石，只是被我吸干了。荒原世界里肯定还有别的灵石，但妖兽太多，太危险，我不能盲目去找，需要计划，需要更多装备，需要能量点。我打开手机，给王海峰发了一条微信：发电机还能搞到更大的吗？800千瓦的那种。10分钟后，他回复：你他妈要发电厂？我回复：帮不帮？他回复：帮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告诉我实话。我盯着屏幕想了很久，最后回复他：等我弄明白了，第一个告诉你。他发了个白眼的表情，然后说：800千瓦的搞不到，太显眼。但我有个朋友在郊区有个废弃厂房，里面有一台工业发电机，1200千瓦，可以借你用，条件是别让人知道。我回复：成交。放下手机，我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月光很亮，和荒原里的月亮一样亮。也许那边的月亮和这边是同一个，也许那边的世界和这边有某种联系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明天我要开始修炼了，从筑基开始，从灵石开始，从那个叫荒原的世界开始。我拿起那块刻着云字的玉佩，
握在手心，温润如玉，微凉如夜。窗外月亮很圆。筑基需要灵石，灵石在荒原，荒原里有妖兽，这是个死循环。我坐在地上，看着手里那枚金黄色的丹药，犹豫了很久。云中子在玉简里说，这颗丹药可助筑基，但没说怎么吃，也没说吃了会怎样。万一有毒呢？万一药效太猛爆体而亡呢？但如果不吃，光靠灵石，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。我咬咬牙，把丹药塞进嘴里，入口即化，一股温热的气流顺着喉咙滑下去，然后什么都没发生。我等了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还是什么都没发生。妈的，假药！我忍不住骂出声，话音刚落，小腹猛地一热，那股温热的气流突然炸开，像千百条小蛇同时钻进血管，顺着经脉往四肢百骸乱窜，疼得我蜷缩在地上，牙关紧咬，额头青筋暴起，手腕上的10环印痕亮，清凉感涌出来，和那股热气对冲，一冷一热在体内厮杀。我感觉自己像个战场，五脏六腑都在翻腾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疼痛终于消退，我瘫在地上，浑身湿透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但身体里多了一股奇怪的感觉，像是有一股气在小腹那里缓缓转动，很微弱，但确实存在。我爬起来，对着镜子看了一眼，镜子里的我好像又变了，眼睛更亮，皮肤更细腻，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干净。我抬起手，试着按照玉简里说的调动那股气，没反应，再试还是没反应。我叹口气，放弃了。看来筑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得慢慢来。但至少第一步迈出去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哪都没去，白天充电，晚上打坐，发电机轰隆隆响个不停，柴油一桶一桶往里搬。六爷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，但没多问，他收了我2000块电费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1周后，小腹里那股气终于能调动，很微弱，只能顺着经脉走一小段，但能调动就意味着能修炼。我试着按照云中诀里的方法，引导那股气在体内运转，1圈、2圈、3圈，每次运转完，那股气就壮大一点点，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，但确实在壮大。第10天，我再次进入荒原，这次目标明确，找灵石，越多越好。骑着摩托穿过戈壁，绕过废墟，翻过2座山，来到那片森林边缘。我停下来，掏出军用弩，装好钢剑，深吸一口气。上次差点死在这里，这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把摩托藏在灌木丛里，徒步进入森林。走了2个小时，遇到第一只妖兽，是那种长鳞片的老虎，但比上次那只小1号大概2米高。它正在喝水，没发现我。我慢慢靠近，躲在树后，举起弩，瞄准眼睛，30米、20米、15米。他抬起头，我扣动扳机，钢剑划破空气，正中左眼。他惨叫一声，疯狂甩头，爪子乱挥。我又补了一剑，射中右眼，他倒下。我等了5分钟，确认他死透了，才走过去，用狗腿刀剖开他的脑袋。玉简里说，妖兽体内有妖丹，可以用来炼丹。我找了半天，在炉枪里找到一颗黄豆大小的珠子，灰扑扑的，像劣质珍珠。就这，我捏着那颗妖丹，有点失望，但想想也合理，这才是1级妖兽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我把妖丹收好，继续往前走。3天后，我在森林深处发现一个山洞，洞口很隐蔽，被藤蔓和乱石遮住。如果不是看到洞口有妖兽的爪印，根本不会住。我蹲下来看那些爪印，很大，比那种鳞片虎的爪子大3倍。3倍，我犹豫了，但脑子里那张地图显示这附近应该有灵石矿脉。如果云中子没骗人，这山洞很可能就是矿脉入口。进还是不进？我想了想，掏出无人机，这是王海峰帮我搞的，说是最辛苦的。续航1小时，带夜视功能。我把无人机飞进去，画面传回来，洞很深，弯弯曲曲，到处都是岔路。飞了5分钟，终于看到尽头，一个巨大的石室，石壁上嵌着密密麻麻的红色石头，在夜视镜头里闪着暗红色的光，灵石，全是灵石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但下一秒，画面里出现一个庞然大物，像熊，但比熊大10倍，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长毛，趴在地上睡觉。呼噜声震得画面都在抖。无人机稍微靠近一点，他猛地睁开眼，一双血红色的眼睛直直盯着镜头，然后一巴掌拍过来，画面黑了。我转身就跑，身后传来震天动地的怒吼，地面剧烈震动，树木一棵接一棵倒下。我拼命跑，不敢回头，跑出至少2公里，那吼声才渐渐远去。我靠在一棵树上，大口喘气，心跳快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。妖兽，真正的妖兽，比那种鳞片虎恐怖10倍。但石室里那些灵石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。那么多灵石，如果能弄出来，够我修炼到筑基，甚至更高。怎么弄？我坐在地上开始想。回到现实世界，我做了2件事。第一，找梁海清。梁总，上次那种弩还能搞到吗？他看我一眼，还要？要。我说20把。他差点把茶水喷出来。你要打仗？防身。我说，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后叹口气。我尽量，但你得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想了想说，我在找一个东西，找到了，分你一份。他愣了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站起来，20把弩配200支箭，钱不是问题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第2件事，找王海峰。发电机的事怎么样了？他发来一个定位，废弃厂房，正阳东边30公里，自己去看，1200千瓦工业发电机，柴油管够，条件是别问我为什么。我回了一个 OK。当天下午我去看了那个厂房，确实是废弃的，以前是个化工厂，周围5公里没人烟，发电机在独立的机房，保养得很好，显然经常有人维护。
旁边堆着几十桶柴油，够用1个月。我当场给王海峰发了20万，他没收退了回来。说了是借你用，他发来一条消息，别死就行。我看着那条消息，沉默了很久。这世上还是有人把我当朋友的。1周后，我带着20把弩、200支箭、5箱催泪瓦斯、3套防弹衣，再次进入荒原。这次我不是一个人，当然不是真的有，而是20把弩全部装好箭，架在石室入口。每把弩都绑在一根木桩上，弩弦拉满，用细绳系着扳机，所有细绳汇总到一根长绳，长绳握在我手里，这叫弩阵。只要我一拉绳，20把弩同时发射。那只巨熊再厉害，也不可能同时躲开20支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进山洞，洞还是那个洞，岔路还是那些岔路，我轻手轻脚往前走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。走了大概10分钟，前面传来呼噜声，到了。我探头一看，那只巨熊还在睡觉，趴在石室中央，呼噜震天。石壁上那些红色的灵石闪闪发光。我慢慢退回来，把长绳握紧，然后用力一拉，嗖嗖嗖嗖，20支钢箭同时射出去，全部命中目标。巨熊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，猛地站起来，浑身插满了箭，血像喷泉一样往外涌。他疯狂地挥舞爪子，想要抓住什么，但什么都抓不到。他朝我冲过来，我转身就跑，边跑边掏催泪瓦斯，一瓶接一瓶往后砸，跑出洞口。我跳上摩托，发动引擎。身后传来最后一声怒吼，然后是重物倒地的巨响。我停下车，回头看去，洞口安静了。我等了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没有动静。我握紧狗腿刀，慢慢走回去。巨熊倒在石室入口，身体还在抽搐，但已经不动了。20支箭，有17支射中了要害，其中3支贯穿了眼睛和喉咙。我绕过他的尸体，走进石室。石壁上那些红色的灵石像星星一样闪烁。我掏出工兵铲，开始挖1块、2块、3块，足足挖了37块，最大的人头大小，最小鸡蛋大小，全部装进背包，沉得我差点背不动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眼那只巨熊，想了想，掏出狗腿刀，剖开他的脑袋，一颗拇指大小的腰丹，通体血红，在手心里微微发烫，比那种鳞片虎的腰丹大了10倍不止。我把它收好，背上背包，走出山洞。阳光很刺眼，但我觉得这辈子从来没这么亮过。37块灵石够我修炼很久。回到废弃厂房，我把门锁好，盘腿坐在地上，按照云中诀里的方法，手握灵石开始吸收。一股温热的气流从灵石涌入体内，顺着经脉汇入小腹，比充电快多了，比丹药温和多了。1块灵石吸完，小腹里那股气明显壮大了一圈。我睁开眼，看着手里变成灰白色的石头，咧嘴笑了，这才叫修炼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什么都没干，就是吸灵石打坐，再吸灵石，再打坐。饿了吃压缩饼干，渴了喝矿泉水，困了睡2个小时继续。37块灵石全部吸完，小腹里那股气已经壮大成一小团，缓缓旋转，像一个小小的漩涡。按照玉简里的说法，这叫气旋，是筑基的第一步。等气旋凝聚成丹，就是筑基成功。但37块灵石吸完，距离凝聚成丹还差得远，需要更多。我又去了那个山洞3次，每次带足装备，每次都有惊无险。巨熊的尸体已经被其他妖兽分尸干净，只剩下骨架。洞里又来了新的妖兽，一只比巨熊小1号的，但速度奇快，像狼又像豹子。第3次的时候，我差点死在那里。那只妖兽会喷毒物，我防毒面具戴得慢了一点，吸进去半口，头晕目眩，恶心呕吐。要不是及时退出来，当场就得交代。回到现实世界，我躺了整整3天才缓过来，但收获也大。3趟下来，又弄到42块灵石，还有2颗妖丹，够了。我把门反锁，开始闭关。闭关第10天，我筑基成功了。那一刻，小腹里的气旋猛地一缩，凝成一颗黄豆大小的珠子，通体金黄，缓缓转动，身体里涌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，顺着经脉游走全身，每一个毛孔都在欢呼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在半空中飘着，不是飘，是悬浮，离地面大概30厘米，就那么飘着。我试着控制那股力量，缓缓落回地面，站起来，走到镜子前，镜子里的我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不是长相变了，是气质，眼睛深邃的不像话，皮肤透着淡淡的玉色，整个人看起来不像凡人。我抬起手，轻轻一挥，10米外的矿泉水瓶砰的一声炸开，我愣住了，这就是筑基，这就是修仙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流下。24岁，双学位健身会所小弟，被辞退，被威胁，差点死在那边的世界。但现在我是修仙者了，真正的修仙者。出关那天，王海峰来找我，他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我半天没说话，我看着他也没说话。最后他憋出一句：“你他妈是不是去整容了？”我笑了，没有。他走近2步，上下打量，不对，绝对整了。皮肤好的像个娘们儿。我懒得解释，递给他1块灵石，他接过来愣了一下，这是什么？送你的。我说别问是什么，贴身带着对身体好。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嘀咕一句，神神叨叨的，但还是揣进口袋。然后他压低声，刘树明那帮人最近又活动。我心里一动，怎么说？他弟弟叫刘树亮，比他狠多了。王海峰皱眉，以前蹲过7年，出来开了个洗浴中心，明面上做正经生意，背地里什么都干。刘树明进去之后，他放出话来，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社会。我点头，知道了。就这？他瞪我，知道了。你不害怕？我想了想说，怕，但没用。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叹口气。行吧，有事打我电话。
他走了，我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远处，然后转身回去继续修炼。怕吗？当然怕，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冯军了。2天后，麻烦来了。晚上10点多，我正在打坐，外面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，不止一辆，是10几辆。我睁开眼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厂房门口停了10几辆摩托，车灯雪亮，20多个年轻人站在车旁，手里拎着钢管、砍刀、棒球棍。为首的是一个30出头的男人，光头，满脸横肉，脖子上纹着一只蝎子。他抬头看着厂房，喊了一嗓子：“冯军，滚出来！”我没动，他一挥手，10几个人朝厂房冲过来，门被踹开，他们涌进来，然后愣住。厂房里空空荡荡，只有一台巨大的发电机在轰隆隆响。我站在发电机旁边看着他们。就你！光头男走过来，上下打量我。他妈就是冯军！我点头，他笑了，笑得很难看。行，有种！我弟是你送进去的。刘树明，我说他骚扰客户，找人抢劫，判6个月是轻的。他脸色一沉，他妈跟我讲法律！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你怕法律吗？他一愣，下一秒我抬起手，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他身后涌来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你！光头男瞪大眼睛，你搞什么？我没说话，往前走了一步，明明只是一步，但那一瞬间，整个厂房里的温度好像都降了几度，我身上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。筑基期修仙者的威压，对这20多个普通人来说，就像一只蚂蚁面对一头大象。有人腿软了，钢管掉在地上的声音清脆刺耳。光头男的脸色变了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，他比我高半个头，但现在他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。你弟的事，我轻声说，过去了，我不追究。但你们要是再来，我没把话说完，只是抬起手，轻轻一挥，10米外的一个柴油桶，砰的一声瘪了进去，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捏扁。厂房里安静的能听见心跳声。光头男的额头汗珠滚落下来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声音发干。走，走！门打开，20多个人连滚带爬的冲出去，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乱成一团，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厂房里又安静，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个瘪进去的柴油桶，沉默了很久。原来这就是力量，原来真的可以不一样。第2天，夏小雨来了，她站在厂房门口，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在阳光下美得不像话。我看着她有点意外，她看着我也有点意外。她上下打量我。你怎么变了？我没回答反问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王海峰告诉我的。他走过来，他说你最近不太对劲，让我来看看。我沉默，他站在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我想了想，摇头。没有。他不信。你骗人。我笑了。你怎么老说我骗人？他也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圈红了。那天在巷子里，他低下头。你救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我没说话。他抬起头看着我。刘树明的事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他弟弟的事我也听说了，昨晚那帮人来找你，我知道。我本来想报警，但王海峰说不用。我愣了一下。王海峰告诉你的？他点头。他说你能搞定，让我别担心。我沉默。他继续说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你现在不一样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担忧，有好奇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夏小雨。我叫他的名字，他愣了一下。谢谢你。我说，但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点头。那我等你。我愣住了，他已经转身走了，走到门口，他回过头冲我笑了笑。记得种牧草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他走了，阳光很好，我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远处，忽然想起红姐那句话。那女孩姓夏，叫夏小雨，她爸是供电局的副局长。我低头看手腕上的10环印痕，淡了，但还在。我想了想，转身回去继续修炼。有些事现在不能告诉他，但也许有一天可以。3天后，梁海清约我见面，地点不是珠宝行，是一家茶楼，包厢很隐。他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。出事了。他开门见山，我端起茶杯没说话。他压低声，你让我打听的那些东西，有人注意到了？谁？不知道。他摇头。但有人在查你，查你的底细，查你从哪来的钱，查你最近跟谁接触过。我放下茶杯，他继续说，古玩街没有秘密，你拿杨之玉出来卖的事，该知道的人都知道，1000万不是小数目，盯上你的人不止1、2个。我点头，知道了。他盯着我，你就这反应？不然呢？我看着他，你希望我什么反应？他沉默了几秒，叹口气。年轻人，我佩服你的胆量，但这行水深，有些事儿不是你扛得住的。我建议你出去躲一阵。我想了想，摇头，不用。他皱眉，你不用？不用。我站起来，梁总，多谢提醒，以后有事还找你。他愣在那里，看我推门出去，走出茶楼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站在街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，忽然笑了，查我。让他们查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他们能查明白的人了。当晚我又进了荒原，不是为了零食，上次弄的那些够我修炼很久。我是想去看看那个山洞深处还有没有别的东西。上次杀巨熊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石室尽头还有一条通道，很深，黑的看不见底。
当时没敢进去，但现在筑基成功了，可以试试。我带上装备，走进山洞，穿过石室，来到那条通道入口。一股阴冷风从里面吹出来，带着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像血腥又像腐烂。我打开强光手电，走进去。通道很长，弯弯曲曲，走了大概20分钟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又是一个石室，比外面那个大3倍。石室中央有一座石台，石台上放着一具骸骨。骸骨盘腿坐着，姿势像是在打坐，身上穿着破烂的袍子，旁边散落着几样东西，一把剑，一个玉瓶，一块玉简。我小心地走过去，拿起那块玉简贴在额头上，信息涌入脑海。吾乃云中子师弟，道号青云子，100年前寻至此地，欲取师兄遗宝，却遭妖兽围攻，身负重伤，自知命不久矣，留此遗言。师兄所留功法，确未真传，然此界凶险远超想象，洞府之外尚有更强大的妖兽，切不可深入。若有机缘，可持无剑前往中州，寻吾后人。切记，此界之外还有一界，名为天外天，那里才是真正的修炼之地。吾自制弩盾，无缘前往，望你好自为之。我睁开眼，低头看那把剑，剑鞘鼓鼓，上面刻着2个字：青云。我握住剑柄，轻轻抽出，剑身雪亮，上面流转着淡淡的青光，手一碰，剑身微微一颤，发出一声轻鸣。好剑！我收剑入鞘，又拿起那个玉瓶，拔开塞子，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，里面躺着3颗丹药，通体碧绿，比云中子的那颗小1号。我把玉瓶收好，对着骸骨鞠了一躬。前辈，你的东西我收了。如果有一天能去中州，我会找到你的后人。骸骨当然不会回答，但我总觉得那双空洞的眼眶好像在看着我。回到现实世界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把剑藏起来，太显眼了。这玩意儿要是被人看见，能惊掉营地下巴。然后是那3颗丹药，我研究了半天没敢吃。云中子的丹药差点要了我的命，青云子的丹药谁知道什么效果，先放着。第2天，王海峰打电话来，语气很急：你在哪儿？厂房？别动，我马上过来。20分钟后，他的 Q7 停在厂房门口，他下车，脸色很难看。刘树亮死了。我愣住，昨晚死的。他盯着我，在他自己开的洗浴中心，死在自己的办公室。法医说是心脏病突发，但他身体一直很好，没有心脏病史。我沉默，他走近一步，压低声音：有人说他死之前见过一个人，一个很奇怪的人。谁？不知道，监控坏了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说：没有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。行，我信你。他走了，我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他的车远去，脑子里飞速转动。刘书亮死了，不是因为我昨晚在荒原，那是谁？谁杀的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忽然想起梁海清的话，有人在查你，还有夏小雨那天说的。我本来想报警，但王海峰说不用。王海峰他知道什么？傍晚我去了红姐的会所，不是上班，是找人。红姐在办公室见我来，有点意外。稀客，坐。我坐下，她看着我，点了一根烟。变了不少。我没接话，直接问：刘树亮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吐出一口烟。知道。谁杀的？她笑了。你问我，我又不是警察。我盯着她，她弹了弹烟灰，淡淡说：但我听说他死之前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谁？夏小雨的舅舅。她看着我。文体局那个副局长刘书亮想巴结他，送了100万，想让他帮忙把你弄进去。结果那位不但没收，还把他骂了一顿。我愣住，他继续说：那位虽然是副局长，但背景很深，他姐夫是省里的，他妹妹嫁给了市里的。刘书亮不知道，以为送钱就能搞定。我沉默，他掐灭烟看着我。小伙子，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保护夏小雨？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站起来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。那姑娘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她妈是我闺蜜。刘树明欺负她的时候，我没法动手，因为我是做生意的，但他舅舅能动。我看着他背影，忽然明白了，不是夏小雨舅舅一个人，是红姐，是王海峰，是梁海清，是那些我见过和没见过的人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那个女孩，而我做了什么？我救了她一次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从会所出来，我给夏小雨发了一条微信：在哪儿？她秒回：家。出来一下。10分钟后，她出现在小区门口，穿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头发扎成马尾，看起来像个大学生。我看着她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先开口：刘书亮的事，我听说了。我点头，她犹豫一下问：是你吗？我摇头：不是。她松口气：那就好。我看着她：你知道是谁？她沉默了几秒，摇头：不知道。我知道她在说谎，但没拆穿。夏小雨。我叫她名字，她抬头看我。谢谢你。她愣了一下。谢我什么？我想了想说：谢谢你，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好人。她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你也是好人。我也笑了。月亮很圆，我们站在小区门口，谁都没说话。最后她问：你以后打算干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：修炼。她歪头：修炼什么？我笑了：开玩笑的。
他也笑了，但我知道我没开玩笑。月光下，手腕上的10环印痕微微发亮。刘书亮的死最后被定性为意外，心脏病突发，法医报告写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疑点。他的洗浴中心关了门，那帮跟着他混的人做鸟兽散。我去看过一次，大门上贴着封条，门口散落着几个烟头，风吹过卷起几张废纸。有个老头在对面晒太阳，看了我一眼，又闭上眼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太快了，快得有点不正常。但我不想去深究。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回到厂房，我开始认真修炼青云剑，3颗丹药，37块灵石，这些够我用很久。我盘腿坐下，手握灵石，按照云中诀的方法引导体内的气旋运转，1圈、2圈、3圈。丹田里那颗黄豆大小的金丹缓缓转动，每转1圈就壮大一点点，很慢，但确实在壮大。3天后，灵石用完了，金丹大了1圈。但距离下一层境界还差得远，我又去了荒原。这次轻车熟路，穿过戈壁，翻过山，进入森林，来到那个山洞。山洞里又来了新的妖兽，一只巨大的蜘蛛，8条腿比我的胳膊还粗，吐出的丝能把人缠成粽子。我用青云剑斩了它，挖出妖丹，继续往里走。石壁上又嵌着新的灵石，我一块一块挖下来，装进背包。挖到一半，我忽然停住了。石室尽头，那条通道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声，不是之前那种妖兽的吼声，是另一种更低沉、更浑厚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威压。我握紧青云剑，慢慢走过去。通道尽头又是一个石室，比之前那个大3倍。石室中央趴着一只巨大的妖兽，它像一只老虎，但比老虎大10倍，浑身覆盖着金色的鳞片，背上长着一对翅膀，收拢在身侧。它闭着眼，正在睡觉，呼噜声震得整个石室都在抖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后退，刚退2步，它睁开了眼，一双金色的眼睛直直盯着我。我僵住了。它站起来，站起来的那一刻，整个石室都在颤抖。它的头几乎顶到石室顶部，至少5米高。他盯着我，张开嘴，一团金色的火焰喷出来。我侧身一滚，火焰擦着肩膀掠过，身后的石壁瞬间融化，岩浆顺着石壁往下淌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抽出青云剑，一剑斩过去，剑光划过他的前腿，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一爪子拍过来，我躲开了，但爪子带起的风把我掀翻在地。他又喷出一团火焰，这次躲不开了。我举起青云剑，挡在身前，火焰撞在剑上炸开，我被震飞出去，重重撞在石壁上，一口血喷出来。他走过来，低头看着我，那双金色的眼睛里没有杀意，只有好奇。他歪了歪头，似乎在打量我，然后他伸出舌头舔了我一下，一口把我吞了。不，没有吞，他只是舔了一下，但那一舌头差点把我舔晕过去，舌头上全是倒刺，刮得我皮开肉绽。我趴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动弹不得。他又舔了一下，这次我学乖了，就地一滚躲开。他歪着头看我，眼神里竟然有点委屈。我愣住了，他又喷出一团火焰，但不是冲我，是冲着旁边的石壁。石壁融化，露出里面一颗拳头大小的金色珠子。他用爪子拨了拨那颗珠子，推到我面前。我看着那颗珠子，又看看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趴下来，把脑袋搁在爪子上，盯着我。我想了想，伸手拿起那颗珠子，珠子入手，一股庞大的力量涌入体内，丹田里的金丹疯狂转动，瞬间壮大了1圈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眨了眨眼，打了个哈欠，趴在地上继续睡觉。我愣在那里半天没动。这妖兽是在给我送礼物。从山洞出来，我浑身是伤，但脑子里全是问号。那只金色的妖兽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给我那颗珠子？我回到现实世界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3天。第3天，我忽然想起青云紫玉简里的那段话：此界凶险远超想象，洞府之外尚有更强大的妖兽，此界之外还有一界名为天外天。那只金色的妖兽是不是就是从天外天来的？它不杀我，是不是因为认出了我身上的什么？云中子的功法，青云剑还是10环？我低头看手腕上的10环印痕，它还在，淡淡的青色，像一道刺青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按在印痕上，一股温热的感觉传来。那一瞬间，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一个老者站在云端，俯视着下面的世界。他穿着白色的长袍，须发皆白，浑身笼罩在淡淡的光芒中。他转过头看向我，目光深邃，像看穿了我的灵魂。后来者，他开口：你能看到我，说明你已得到10环认可。此物名为轮回环，乃上古神器碎片，可助你穿梭2界。但切记，轮回环有灵，需以星血养之。待你突破金丹期，可持此环前往天外天寻我。画面消失，我睁开眼，大口喘气。轮回环，上古神器碎片，天外天金丹期。我现在才筑基初期，路还很长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哪儿都没去，修炼、充电，去荒原猎杀妖兽，挖灵石，回来继续修炼。青云剑越来越好用，斩杀的妖兽越来越多，挖到的灵石也越来越多。第3个月，我突破到筑基中期，丹田里的金丹从黄豆大小变成了花生大小，体内的灵力浑厚了10倍不止。我试着按照玉简里的方法施展了一个小法术，御剑术青云剑出鞘，在空中转了1圈，稳稳落回手里。我笑了，这才叫修仙。第4个月，王海峰来找我，他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我半天没说话，我看着他也半天没说话。最后他憋出一句：“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修仙。”他愣了，然后他笑了，笑着笑着眼圈红了。你认真的？我点头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带我一起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渴望，有犹豫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我想了想说，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别告诉任何人。他点头。行。我拿出那块最小的零食递给他，贴身带着，每天带够8小时，3个月后我再告诉你下一步。他接过零食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然后揣进口袋。谢了。他说。我摇头。不用谢，我们是朋友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第5个月，夏小雨又来，她站在厂房门口，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在阳光下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我看着她的第一眼就愣住，不是因为她美，是因为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灵力波动，很微弱，但确实存在。我走过去，盯着她。你最近接触过什么人？她愣了一下。什么意思？你身上……我斟酌了一下措辞。有变化。她低头看自己，然后抬头看我。什么变化？我想了想说，你是不是贴身带着什么东西？他犹豫了一下，从领口里抛出一条项链，项链的坠子是一块玉，一块我无比熟悉的玉，云中子的玉佩，我送给他的那块。我愣在那里，他看着我的表情，忽然笑。你送我的东西，我天天带着。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抬头看着我。冯君，他说，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我没说话，他继续说，那天在巷子里，你救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普通。刘树明那帮人那么凶，你一个人就敢冲上来。后来你变了，变得不像以前那个人。再后来，刘树亮死了。他顿了顿，深吸一口气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我知道你是好人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眼睛里的自己，那双眼睛里有信任，有依赖，还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他的头。夏小雨，等我。他愣了一下。等什么？等我修炼到金丹期，到时候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他歪头。什么地方？我笑了。天外天。他也笑了，虽然他根本不知道天外天是什么。阳光很好，我们站在厂房门口，谁都没说话。远处有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过，车窗摇下，一张脸露出来，看了我们一眼，又摇上车窗，驶远了。我目送那辆车消失在远处，心里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。